看完了汉武帝的墓，我们就来不远处的卫青墓和霍去病墓看一下。这两个人呢，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特别是霍去病啊，很多人把他作为偶像，历朝历代的武将啊，都把霍去病作为目标。可惜啊，是英年早逝。然而呢，近些年呢，很多人对霍去病的去世啊是另有说法，说他的去世充满了很大的谜团。史书上记载呢，他是生病去世的，现在有很多人怀疑。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卫青的故事和霍去病的故事，来着重的分析一下霍去病到底是怎么去世的。这两座封土就是卫青和霍去病的，左边是卫青，右边是霍去病。这两个人是汉武帝的左膀右臂，能够打趴匈奴，靠的就是这两个人。他们的封土直线距离离汉武帝的话，大概就1.5公里，不到2公里吧。我们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远处那个巨大的就是汉武帝的。这边是茂陵博物馆，我已经进来了。霍去病的墓也是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而卫青的墓呢就在墙外。这里呢也是包括在75块门票里面的。经常有这样一句话说嘛，汉武帝娶了一个媳妇卫子夫，结果送来了帝国双璧霍去病和卫青。这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是非常高的，特别是霍去病，这是历朝历代所有武将的梦想啊，封狼居胥，代天子祭天，这个是了不起的一项事举啊。年纪轻轻击败匈奴，封狼居胥，结果呢又英年早逝，感觉就像一颗流星飞过去一样的。他是汉武帝自己培养出来的人物，其实不光是霍去病，卫青呢也是汉武帝培养出来的人物啊。茂陵博物馆，像陕西这几座比较重要的陵墓都有博物馆，乾陵的、昭陵的。走了几分钟就到了霍去病墓这里，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方那座封土就是霍去病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上面呢是有很多树，其实是以前没有的。另外呢，它这一座封土啊也比较特殊。之前我们看帝王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陵墓啊，封土都比较规整的，要不长方形，要不是正方形。你像不远处的汉武帝，规模比较大，也是比较规整的。而这一座呢，它的封土就像是一座微缩的山脉祁连山。视频里面有树木，尽管说现在有树木挡住了，看不出来，但实际确实是如此。这是汉武帝亲自下的旨意，让封土像祁连山，是用这种独一无二的方式纪念霍去病的功劳，因为他打通了河西走廊，威震祁连，算是不世功勋。在中国古代啊，封土呢像一座山，或者是像其他的，少之又少。霍去病呢是第一个，基本上能够拥有这样的，都是生前功劳很大，都是皇帝为了表彰他而打造的。其他人就是霍去病墓旁边的卫青墓，它也是按照一座山的形式打造的，等一下我们详细再说。另外的就是唐朝的李靖、李绩以及阿史那思摩，都是名将啊。那在中国历史上总共就这5个人。这一座霍去病墓和卫青墓，一呢是由于时间太久，2000多年，还有呢上面有些树木可能看得不太清晰，我们呢就先看一下李靖的，唐朝初年的名将，他的墓啊也是山的形状，而且呢并不是一座山。这主要呢是由于李靖的功劳非常大，他生前呢击败了那个突厥还有吐谷浑。那他的墓冢呢就是弄成阴山、积石山的形象，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如此啊。这也是李世民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弄成的。回到霍去病这里，那他呢也算是开创了一个历史。我们继续往前走，看一下这块墓碑。当然了，这也是陕西巡抚毕沅写的。这上面写的是霍去病生前的职位：骠骑将军、大司马，以及他的爵位冠军侯。这个爵位呢，也是汉武帝首创，是西汉到东汉非宗室武将的极高殊荣，取公冠全军之一。在这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霍去病这个人。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传奇的少年英雄，没有之一啊。他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啊，本身是一个私生子，如果说他没有卫青的话，他也来不到长安。
也见不到汉武帝。所以说霍去病能够成功，一方面呢是汉武帝的培养，另外一方面呢他自己能力很强，以及呢一个先决条件，他是卫青的外甥。他出身卑微，却天生就是个打仗的天才。17岁第一次随军出征，率领了800骑兵，远离主力部队，孤军深入大漠，奇行匈奴后方，斩杀匈奴单于的祖父，俘虏了他的叔父，一战成名，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取公冠全荆之意。如果对应到今天的话，17岁还在上高中呢，还没有离开爸妈。19岁呢，他2次率军出征河西走廊，大破匈奴，歼灭敌军呢数万，缴获匈奴的祭天金人，直接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等于呢他是打通了河西走廊嘛。21岁呢，他和舅舅卫青一起率领5万大军深入漠北，一直打到匈奴的圣地狼居胥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礼。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高无上的军功，封狼居胥，成为后面所有武将毕生追求的目标。另外一点呢，当时汉武帝要给他修建豪宅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短短的8个字啊，热血滚烫，穿越2000多年，依然能够让我们现在感到心情澎湃。可惜啊，天妒英才，公元前117年，霍去病病逝，仅仅24岁，像一颗划破长空的流星，短暂却耀眼到极致。有这样一种说法，霍去病呢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又走了。他是上天派来帮汉武帝、帮汉民族解决问题，解决完了他立马就走了。当时他去世之后，汉武帝呢悲痛欲绝，调遣边境5郡的铁甲军从长安到茂陵排列成阵为他送葬，还特意把他的墓修成祁连山的样子，在墓上呢还散落天然巨石，还原祁连山的地貌。汉武帝呢让这位一生征战祁连的少年将军永远长眠在他为之奋斗的山河之间。现在去霍去病的墓冢看一看，他这个封土是可以走上去的，旁边的卫青好像拦住了，不能上去，前几年还可以走上去。这也是霍去病墓和卫青墓的区别啊。霍去病的墓在博物馆里面，每天呢都有人来这里参观，而且呢是可以走到封土上面的，而卫青墓就没有这个待遇了。在这个顶部还修了一座亭子，可能是为了让大家休息用的。站在这个亭子这里，整个茂陵的全貌尽收眼底。远处那个巨大的封土堆就是汉武帝的陵墓，我们也详细介绍过了。稍微把镜头移开一点点，看到的就是卫青的墓。他们2个封土可能差不多高啊，只不过是待遇完全不一样。站在这个封土上面，也可以说是站在迷你版的祁连山上面，就能够想到霍去病当年在祁连山那一块征战匈奴的场景。现在往下走，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边呢有很多巨大的石头，这些是一直存在了有2000多年。我们刚才也说了，汉武帝是把封土弄成祁连山的形式，那山上有石头，这些巨石就是那个时候放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个封土更像是祁连山。下来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陵墓最核心、最震撼的看点——西汉的国宝级石刻琴，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艺术价值最高的大型石雕。整个在这一块呢有16件，每一件呢都是无价之宝。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发现在陵墓前面有石刻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石像生，应该是这里最早。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镇馆之宝马踏匈奴，这是所有石刻的核心，也是大汉军威的象征。这一件石刻呢，高度大概是 1.68 米，长 1.9 米，是以整块花岗岩雕成，重达 2.5 吨。我们可以看一下，战马呢是昂首挺立，四肢稳健，神情庄重威严，没有一丝凶悍，却自带一股不可侵犯的王者之气。这就是霍去病的化身，也可以说是当时汉朝军队的化身。在马蹄之下是一个仰面朝天挣扎反抗的匈奴武士，手持弓箭匕首，面目的比较凶狠，但是他呢却被战马牢牢的踏住，动弹不得。这个时刻呢也可以说是那个当时攻打匈奴的一个缩影嘛。
整个这个雕刻没有多余的细节，刀法呢比较简单，却刻画出了正义与邪恶、强大与弱小的对比。那这里呢，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把霍去病的战功、大汉的强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石刻是国宝，不仅仅它是由于是2000多年的石刻，而是呢，它是一座纪念碑，是大汉民族的精神图腾。站在这里看这个石刻，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大汉雄风。看完了马踏匈奴，这边还有其他的很多石像。霍去病的石像跟我们在其他陵墓前看的有所区别啊。我们在其他陵墓前一般是狮子、麒麟、马，而霍去病的呢，这里有马，好像还有猪。这又是一匹马，卧着的马，安静地卧在地上，肌肉线条流畅，看似呢放松，实际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寓意呢大汉军队进可守疆，动可破敌，张弛有度。因为弄这些石刻都是有意义的，特别是陵墓前面、宫殿前面弄石刻，意义就更大了。在霍去病的墓前，石像还有老虎。这个老虎大家看得出来吧？它是伏在那里，准备伏击，准备捕取猎物。这个看一些纪录片，老虎捕捉猎物的时候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2000多年了，这个还保存得这么完整，其实可以证明在那个时期工匠的技术还是挺先进的。这一组石雕也是国宝，它宽172厘米，高277厘米，非常高大呀。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吧？有双手证明是一个人，但是正常一个人不会这么大吧？仔细看上面的话，这是人抱着熊在搏斗，从而说是人与熊嘛。这个有点夸张嘛，手哪有这么大呢？这个是手，这个是熊。你看人的鼻子、嘴巴，这个人是非常高大威武啊。这种石刻是非常少见的，应该也是唯一的。这是野猪，有时候想不明白，为什么在墓前会放野猪？我觉得野猪比较温顺，可以说可能是象征着和平吧。牛，在陵墓前放牛也比较少见。这牛呢，回首仰望，神情安详宁静，显示出坚韧耐劳、质朴敦厚的性格，可能也是为了对照霍去病吧。这一块的石刻比较多，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霍去病的死因。关于霍去病的死因，历史上记载的是非常简单，《史记》中对他的描写是6个字：元朔6年俄卒，也就是公元前117年去世了。《汉书》呢是去病薨，都没有写具体的病因。那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基本上都认为霍去病是病死的，但是他这个病死太笼统，也引来了千年的猜疑。那最流行的怀疑就是说，当时霍去病在攻打匈奴的时候，匈奴把那个病牛、病羊埋在水源里，等于是污染了。霍去病呢喝了这个毒水，染上瘟疫去世的。那这个东西就有个时间对不上了。首先呢，漠北之战是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去世呢是公元前117年，整整隔了2年。按正常来讲，在当时那个瘟疫潜伏期不可能2年，要不呢是马上发作，要不呢最多1个月就痊愈了。还有，如果是瘟疫的话，不可能是一个人。当时霍去病率领的部队有几万人，他们同吃同喝，士兵没事，只有霍去病一个人有事，这不符合逻辑的。所以这种说法我感觉有点不成立。第二种怀疑呢是说，这个霍去病是汉武帝杀的，主要是他功高盖主，这也算是一种阴谋论吧。因为霍去病24岁就封大司马，封郎吉绪，功劳太大了。还有一点呢是说，霍去病射杀了李敢，也就是李广之子，他非常跋扈，已经没法管理了。最终主要的就是说，汉武帝怕他威胁太子，威胁皇权，秘密将他毒杀了。那这种说法有没有可信度呢？首先呢，霍去病病死的时候，公元前117年，汉武帝那个时候还在筹备再次北伐，正想用他。这个时候你说会去杀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不符合汉武帝要打击匈奴的那个想法。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李敢事件，霍去病在甘前宫
当众射杀了李敢，按照律法呢是要被处死的，而汉武帝呢将他压下来。那这个时候你说汉武帝回过头要算账，这个基本上也不太现实。最后一点呢，就是霍去病去世的时候葬礼规格太高，如果是说他想把霍去病杀掉，基本上不可能给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送葬等级待遇。还有呢，第4点是霍去病死后，他的弟弟霍光呢一路升到首辅。如果说真的是汉武帝杀了霍去病，不可能让他弟弟来接任辅政大臣的，从而说被汉武帝杀害这种说法呢应该是不成立的。第3种怀疑呢是魏家和霍家内斗，卫青派人杀霍去病，那这个基本上就更加不可能的了。本身卫青的性格呢就低调退让人善，他不可能为了这个东西去杀霍去病，也是不成立的。本身他们也算是一体的。第4点呢，就是说李敢家族的报复，霍去病杀了李敢，当时李广家族呢在军中势力很大，于是呢派人毒杀或者刺杀霍去病。这种说法呢倒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这个李家的势力确实是非常庞大，他们算是在甘肃天水一带，那个时候是叫陇西还是陇右我忘记了，反正他们那个家族一直到唐朝都还算是实力比较强大的家族，这个可信度还稍微高一点点。我自己觉得可能是由于霍去病积劳成疾，加上旧伤感染以及生病这一些，因为那个时候条件呢不那么成熟，可能当时他得了某一种病，引发身体其他的疾症，最后呢去世。那么大家觉得霍去病去世的原因到底是哪一种呢？可以说一说。那看完了霍去病的墓，我们就来看一下卫青的。眼前这个封土是卫青的，刚好呢在霍去病墓的旁边，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是有很多荒草，因为这里没有开发，围起来了，我们是上不去的，只能通过航拍看一下。2个封土，2位将军，2位名人，他们的待遇呢在2000多年之后完全不一样的。卫青这座地方呢可以说有点萧条，而霍去病这里呢每天是比较热闹，就等于是一墙2个状态。卫青的墓呢，它是茂陵所有陪葬墓最大的一座，占地面积超过8000平米，比霍去病墓还更大。因为在当时呢，卫青总体来讲的话，他的威望比霍去病高一些。卫青去世之后，汉武帝呢为了纪念他大破阴山的功绩，特意呢将他的墓冢修成了阴山的形状，那意思就是说象征他如阴山一般守护着大汉的边疆。在卫青的墓前呢特别安静，基本上只能听到风吹过野草的声音，而一墙之隔呢就是人声鼎沸的霍去病墓，一边是万众敬仰，一边呢是比较冷清。这种反差呢大家觉得如何？这么冷清也不是卫青的功绩不够，而是他的性格在那个时候是非常低调，他不张扬不耀眼，像处女一般润物细无声，守护了大汉的安宁。而霍去病呢年轻，可能很多人呢都喜欢他这个性格，喜欢他的冲劲。当然了，卫青墓也是还没有开发，如果开发了之后，这里呢估计也会比较热闹，每天前来参观的人肯定也是会有许多的。我们来说一下卫青的故事。他呢也是出身很低，在当时他的母亲是平阳公主的奴婢，他从小呢受尽欺凌，做过牧童，当过骑奴。后面呢是被汉武帝看中，被汉武帝赏识，他开始了一生非法的生涯。他呢一生7次出去匈奴，每一战呢都稳扎稳打，从无败绩，就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他不像霍去病那样奇袭突击，而是步步为营，收复失地，安定边疆，是汉武帝最坚实的依靠。他呢位极人臣，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娶了公主，权倾朝野，却始终低调谦逊，不结党营私，不居功自傲。满朝文武呢都是非常敬佩他。这就是卫青。可惜他也去世的比较早，导致呢他的外甥刘据后面没有太多人能够支撑他，最终呢在汉武帝晚年发生了一个巫蛊之祸，卫青这个家族呢基本上等于就没有了。他如果没有去世那么早的话，应该是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因为他的威望太高了。大家可以去看一部影视剧《汉武大帝》，里面呢演绎了卫青的威望，特别是在他去世之前呢进宫一趟，当时这样说的：
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到，然后开始虎奔抬轿、羽林垂首、天子降阶。这可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武将的最高荣誉，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得过这样的荣誉，开创了历史。可惜呢，也是48岁就去世了。他们两个人也可以这样形容，卫青呢是像一个大山，沉稳厚重，守护山河；霍去病呢像烈火，热烈璀璨，照亮历史。他们两个人呢，既是亲人，因为舅舅跟外甥嘛，也是战友。可以这样说，没有卫青的稳，就没有霍去病的勇；没有霍去病的锐，就没有大汉的强盛。正是这两个，一个舅舅，一个外甥，联手打出了大汉的尊严。我之前看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挺对的。霍去病适合被仰望、被歌颂，让我们记住少年热血；卫青呢适合被敬赏、被铭记，让我们懂得忠诚坚守。他们两个人都是英雄，不管是什么样的英雄本色，我们都会记住他，永远不会磨灭。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